谁往这穿啊？福美仰天长叹道。对于被弥陀车撞死，然后穿越这件事，我还是很开心的。但你给我穿越成恶毒女配就过分了吧？爷穿越前是男的，是男的呀！不仅仅穿越成女生，而且还是百合修仙纹里，把女主变得性格偏执，黑化成魔帝的恶毒师尊女配。不仅是百合纹，而且还是一本肉纹。更关键的是，自己还是被撅的那个。福美一把从床上跳下来，随后走到了镜子面前。镜中的她约莫20岁的模样，1.7米左右的身高，一张脸生的可谓倾国倾城，任由谁看了都得惊叹一声。衣服由于刚刚度过雷劫，而导致了有部分烧焦，不少肉体裸露在外。这副模样，就连自己看了都难免瞳孔一缩。果然，作为肉纹的主要角色之一，起码颜值这一方面还是十分过关的。只是那2斤烂肉比较小，一想到书中的自己被按在身下，表情崩坏、苦苦求饶的样子，福美便止不住的瑟瑟发抖。那种事情才不要啊！不行不行，太恐怖了！福美冷汗直流，随后转过了身去。此时的福美刚刚闭关完不久，修为刚好来到了化神境界。为了此次突破，原主准备了很久，最终闭关将近半年才冲击成功。而现在却被自己占了个大便宜，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师尊，你在吗？一道冷若冰霜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少女轻轻地推开门，走进福美的房间。月光下，这是一张堪称完美的脸，精致的五官上飘不出任何瑕疵。这正是这本书的大女主林青叶。青叶，你来做什么？师伯说师尊成功突破了，让我来看望看望师尊。林青叶走了过来，站在了福美的身前。都说人在成功渡劫突破化神之后，会短暂的惊魂不定。福美摸着自己的心口，这时候的她还是扑通扑通的。福美前几天熬夜看的这本女频《玄幻爽文》，原著里的林青叶可谓是有着大女主标配的悲惨身世以及高超天赋。在家族灭亡之后，林青叶独自流浪，一直到了8岁的时候被福美看上，于是捡了回家收为弟子。在睡过大街桥洞，吃过糟糠食物之后，林青叶对于收养自己的师尊可谓无比敬重，将其所有命令视为唯一。福美的血脉为罕见的凤凰血脉，自出生起就能够驾驭部分凤凰的力量，但与此同时，燃烧的离火也会伤到自己。一般来说，凤凰可以通过涅槃来恢复自己的所有伤势，但由于福美血脉不纯，导致她终生无法涅槃，所以她就把歪心思打在了林青叶这一乖徒儿的身上。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原主把林青叶骗到了后山之中，而对于那个时候的林青叶而言，师尊就是她的一切，是她的英雄，所以对于自己的师尊可谓一点也没有设防。林青叶对于师尊的情感已经不简单地是孝心了，而是升级到了爱慕的情绪。而刚好原主对于男人没有半点兴趣，反倒觉得自己徒儿是愈发的风韵犹存，而原主则趁机摧毁了林青叶所有灵脉，并且将其囚禁起来，连续1年日夜索取。最终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原主一剑刺穿了林青叶的心脏，一脚踢进了幽冥谷中。但别忘了，这可是一本玄幻爽文，堕入了幽冥谷的林青叶竟然因此死而后生，转修魔道，最终成为一代魔尊，杀伐无数。而福梅在被林青叶抓住之后，彻底沦为了林青叶的痉挛，每天都被折磨的表情崩坏，沦为了一个脑袋里只有林青叶的笨蛋。师尊，你还好吗？我来给你更一下衣吧。我穿越成恶毒师尊，为了让徒弟改邪归正，我决定牺牲自己。我不要！福梅立刻向后缩了缩。师尊，怎么了吗？福梅看着眼前修为刚到金丹期的林青叶，心中忽然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要不趁着他还没发育起来，一掌将其嘎了算了。不行，人家可是这个世界的大女主，拥有逆天气运加身，万一没成功，那自己就完蛋了。而且自己也不是什么杀人狂，要我去杀一个这么漂亮的少女，自己当然于心不忍。啊哈哈哈，没有，青叶，为师刚好有事情想要跟你商量。林青叶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回忆，印象中他被眼前的恶毒女人敲骨吸髓之前，福梅都是这么叫她的。但这个毒妇根本就不配这么叫自己。青叶呀，你看你的天赋那么好，修为也已经来到了金丹中期，为师只是个化神境的小马喽，不如你还是早日拜入大长老的门下，让他来好生辅导你，也不浪费你的天赋。靠，自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只要我把青叶送出去，过个100-200年，等青叶忘了我，那我岂不是逍遥快活一辈子？我不要这该死的毒妇！若不是现在我刚重生，修为尚浅，我定要将你扒皮抽骨，受尽磨难之后不得好死。想要欲擒故纵，测试我的忠诚度，那我就将计就计。师尊自小待我不薄，若是我投奔于他人门下，岂不是寒了师尊的一片心？师尊，若是徒儿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打我骂我，但是不要赶走我，好不好？
福梅愣了愣，不对，时间线不对。现在的自己相对于林青叶而言，那简直是宛若神明，只能说是言出法随。那这么说的话，自己只要往死里去宠林青叶，那不就好了吗？青叶，要不我给你做个饭吧？看到林青叶这一脸疑惑而又震惊的表情，福梅不由得捂住了自己的脸。我在说什么呀？我才是师尊啊！这毒妇，她不是被雷劫劈坏脑子了吧？林青叶印象中的福梅，无论对谁都是冷若冰霜，惜字如金，心思缜密，而今天却表现得一反常态。而且在林青叶的印象中，福梅是不会做饭的。师尊今天有些过于劳累了吧？徒儿来为您沐浴更衣。说着，林青叶走到了福梅的身前。福梅让林青叶给自己沐浴更衣是常有的事情，很多时候林青叶都会盯着福梅的身子看，福梅都会觉得那是尚未发育完全对成熟女性的好奇。在浴桶里的福梅脸蛋通红，她不敢直视林青叶的眼睛，这是自己从学生时代就遗留下来的自卑。遇到漂亮的女生，总是会打心底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不敢直视人家的眼睛，生怕别人觉得自己很恶心。而眼前的林青叶，其长相超越了自己曾见过的所有女生，更何况自己还是一丝不挂的。福梅有些坐立不安，她总感觉林青叶看向自己的眼神，就像是前世老妈去菜市场挑选猪头肉的眼神。我洗好了。福梅从浴桶里走了出来。青叶，时候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明天还得练武呢，为师也得休息了。那师尊早点休息，徒儿先走了。说罢，林青叶便转过身去，推开门走出了福梅的宅子。见林青叶走远，福梅这才回到了床上。算了算了，事已至此，先睡觉吧。我穿越成恶毒师尊，为了让徒弟改邪归正，我决定牺牲自己。师尊，为何你对我如此无情？这是福梅在雪地里捡到自己的地方。林青叶本来以为自己对福梅的感情已经完全放下，可再次见到她的时候，依旧会如此动心。林青叶流着泪，抬头看着天上的月华，思绪回到了当年福梅一剑刺入自己心脏的那时候。你只是我的工具罢了，别自作多情。但凡当初师尊对自己流露出一丝真情，哪怕是一丝丝，我也会心甘情愿的为了师尊去死。福梅，这一世我也一样会让你付出代价，我会让你更加生不如死，我会让你比上一世痛苦千倍万倍。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奇怪，作为师尊一定要可靠，要慈祥，要能承担得起责任。上辈子的福梅就是因为对徒儿过于狠辣，从而导致了她性格扭曲，暴力凶残。事实上，林青叶刚被自己捡回来的时候，不仅尊师重道，为人也还是很善良的。只要自己能够给予林青叶足够的关怀，那一切肯定就不会发生了。今天是宗门大比武的日子，剑来！林青叶背负长剑，走到了演武比试的地方。他的内心平淡如水，这种程度的比武，甚至不值得他拿出自己所有的实力。而且前世的各种功法以及秘诀都早已烂熟于心。林青叶向着四周观望着，他似乎在寻找一个身影。林青叶收回视线，在心底自嘲了一声：别自作多情了，林青叶，你在想什么呢？竟然奢望那个毒妇来关心自己，简直是可笑！完蛋完蛋，竟然忘记了今天是宗门大比武的日子。此时福梅终于赶到了演武场，看到了等待席上的林青叶。青叶青叶，林青叶转头向着观众席那边看去。林青叶从未见过福梅笑着向自己挥手的模样，但他很快又反应了过来，这毒妇又在盘算着什么？他向着福梅说道：师尊，你来了。作为为师的好徒儿，怎么可能不来看望你呢？加油，为师看好你。随后林青叶抽出长剑走上台，他的对手虽说气质有些狐媚，但给人生出了一种违和的感觉。大家好，我叫秦华，是宗门内青眼真人的关门弟子。今天是宗门比武的日子，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的师妹。我自己最擅长的法术是魂术，每次打架的时候都会用点灵魂技巧来迷惑对手的心神。但是这招对于林青叶而言一点作用都没有，这就很离谱。青叶师妹，别来无恙，这次下手记得轻点。拔剑吧。比武比赛现在开始。看，飞点。此时福梅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林青叶。不师妹，别来无恙。福梅转过身去，看向眼前的女人，装扮清秀，一眼看上去的道骨仙风。别来无恙。人家小辈之间的切磋比武，咱们就不用过于关注了，免得给他们造成压力。福梅闻言后也点了点头。台下林青叶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保留，
在最后一剑将秦华撂倒之后，林青叶收回了长剑，他转过身去，此时刚好看到了福梅正在和青眼真人聊天，不知为何，二人聊得不亦乐乎的模样，引起了林青叶心中厌烦，他握紧了拳头，随后把目光收了回去。我穿越成恶毒师尊，为了让徒弟改邪归正，我决定牺牲自己。此时，福梅看到了林青叶战胜了秦华，不由得心中一喜。他本来想要大声开口夸夸林青叶，他恍然意识到了些什么。不对，若是自己的变化太大，不符合之前自己的人设，难免会引人怀疑，以此产生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不能这样。福梅向着林青叶说道。嗨，青叶你做得很好。作为一个慈祥堪比老母亲的合格师尊，我必然要做到在自家亲爱的徒儿比试完之后，给予其足够的关怀。福师妹似乎变了许多。师尊，你看人家福师伯都关照自己徒儿了，你不关照一下我吗？青眼真人本来还有一点同情徒儿，但看到了这张被揍成猪头的丑脸，瞬间没了这个想法。自己图要水得了。别呀，师尊。此时福梅走到了林青叶的身旁，像一只苍蝇一样开始围着林青叶转，问他问题。青叶呀，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要不要为师帮你看一下？青叶呀，受伤了一定要和为师说，不要擅自抗下所有。青叶呀，最近冷不冷呀？要不要为师带你去买几件衣服？此时林青叶心脏缩紧，看着福梅那张真诚的脸，心中的疑惑愈发浓厚。该死，莫不是这毒妇察觉出异常了？怎么最近竟然会有如此变化？莫非他真的在试探我？师尊，我真的没事。没事就好，最近入秋了，该添置几件新衣裳了，你先跟着为师过来吧。说着，福梅拉住了林青叶的手腕，随后向着自己的住处走去了。青叶，来穿上。在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林青叶只感觉到一股暖意流淌在了他的心中。虽然你已经金丹初期了，一般的寒冷已经对你无效，但也还是要注重身体。咱习武之人，最重要的就是注重保护好身体。林青叶听后，眼神当即阴沉了下来。果然，这个毒妇还是对自己不死心。但林青叶并未在自己的表面表现出任何异样，而是笑着看向福梅。多谢师尊，那徒儿就收下了。好好修行，但注意身体要紧。福梅伸出了手，摸了摸林青叶的头。被福梅触碰到脑袋的时候，林青叶只感觉全身上下由衷的散发出了一阵恶感与不适。林青叶下意识的往后退了退，但这一举动却被福梅视为害羞。别害羞，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跟为师说就是了。福梅一年到头节日什么的都不过，连林青叶的生日都不记得。但尽管如此，林青叶还是坚持每年都辛苦存钱给师尊买礼物。如此乖巧懂事又爱自己的好徒儿，竟然不懂得好好珍惜。青叶有什么想要的吗？林青叶点了点自己的嘴唇，随后把视线偏了过去，看了一眼僵于胸口那对并不怎么挺拔的丘壑。生性多疑的林青叶并没有相信福梅，他觉得眼前的毒妇一定是在试探自己。毕竟前世自己被囚禁着饱受折磨的那一段日子还历历在目，天真大义的人在这残酷的修仙界里可是活不久的。徒儿没有什么想要的，师尊不必担忧。真的吗？真的。那明天带你去市集里买点东西吧。你看你那房间里实在是清贫了些，虽然说简朴的生活确实不错，但也不能苦了自己。福梅知道林青叶的屋子里确实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他不怎么花钱，而且有时还花钱给福梅买礼物，所以林青叶一直都看起来很穷，实际上也很穷。那就听师尊的。在交代完之后，林青叶便回了自己的家中。福梅立刻检查了一番自己的储物戒，好在里面的资金倒还不少，所以他决定多给林青叶花一些。福梅又独自走到了厨房那边，他买了一些食材，在这个厨房里尝试着去烤一烤蛋糕，其他的都还好，就是奶油有点难搞。毕竟再过几天就是林青叶的生日了，他准备给自己的乖徒儿一个惊喜。我穿越成恶毒师尊，为了让徒弟改邪归正，我决定牺牲自己。不过这地方条件真的有些不足，还是去宗门食堂那边看看吧。他向着宗门北部那边赶去。呀，我没看错吧？那不是福梅仙子吗？是啊，青云宗近百年来最年轻的元婴境修士，曾在当年罗罗城地狱受潮的时候独占青府妖王，这个传闻我可是从小听到大的。许多食堂里的杂役议论纷纷，显然对于福梅的名气有所耳闻。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仅仅是青云宗，福梅的名号在整个洛洛城也是如雷贯耳，仅次于青云宗的宗主大潘真人。这主要还是源于当初洛洛城遭遇受潮，生死存亡之际，福梅站了出来，展开离火，独自斩此后便成为了洛洛城的英雄，无数俊杰的仰慕对象。福梅听着这些话并不以为然，因为原主杀那青虎妖王是借助了在福梅之前的一位元婴境修士以生命将其打到大残，而福梅又刚好需要那青虎妖王的虎皮，所以才冒险出手。
福仙子，请问此番前来有何贵干？我想要借用一间食堂厨房的房间几天，价格方面好商量。福仙子不必如此客气，食堂您用便是，要钱作甚？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些不太好？这是哪里的话？福仙子放心用便是。在交谈完毕之后，福美走进了厨房。很好，厨具很齐全，食材也很多，不仅丑得要命，就连味道也有些奇奇怪怪的。看来还得再多琢磨一下，到底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我还得去弄点模具来才行。从厨房回去之后，福美便开始了打坐修行。福美擦了擦脸上的汗，除了修炼，还得想想修补自己血脉的法子。我是肯定不会把主意打到林青叶身上的，那可是自己唯一的徒儿。翌日清晨，福美推门而出。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还有什么是比一大早刚起床就见到自家漂亮徒儿更加高兴的事情？福美的心情很好，看着林青叶，朝他笑了笑，而林青叶倒是一怔。在他的印象中，福美永远是那么惜字如金，永远是那么生人勿近。应该是因为自己的重生，或许引发了某些蝴蝶效应，福美的脑子很有可能被劈坏了，以至于她性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就算如此，她那毒蝎心肠也不会因此改变。今天起得很早吗？咱们走吧。都听师尊的。福美感觉现在的林青叶可爱极了，又漂亮又听话，关键是对自己有孝心。她真的很喜欢这个徒儿，这让她一时间里没有忍住，把手伸了出去，摸了摸林青叶的脸。林青叶在被福梅触碰到的时候，只感觉内心生出一股恶寒，恨不得把福梅的手当场斩断。在他看来，眼前这该死的毒妇根本就不配触碰自己。不过他还是忍住了心中的那一股感觉。两人走在街上，福梅静静地走着，虽然说外表看着高冷，但实际上福梅依旧用神识在四处观望着。此时林青叶看着福梅，心中沉了沉。这毒妇倒是做的一场好伪装，将全城的人都骗过去了。若是可以的话，我真想把福梅的所有伪装撕开，把她的心挖出来，让整个洛洛城的人好好的看看这毒妇的心究竟有多黑。那青叶你先看着，我去前面看看。林青叶看着福梅远去，也并未多想，而是继续在这边闲逛了起来。让开让开，例行检查。怎么是官府巡逻这帮人，还是不要招惹为好。陈青，别对着城中百姓大呼小叫的，作为官府巡逻，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是，先锋大人。陈青听后只好妥协，但心里还是有些鄙夷。忽然之间，他转过头去，刚好看见了将视线投向这边的林青叶。喂，你，就是你，停下来，例行检查。林青叶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在市集里闲逛着。喂，你聋了吗？例行检查听不到。穿得如此朴素，怎么会出现在高消费的区域？我现在怀疑你在商城里实施了盗窃，现在要对你搜身调查。没空，别烦我。嘿，你个不识好歹的！陈青，你干什么呢？不能无故对百姓出手，你把规章当耳旁风吗？小姑娘，抱歉，这事情是我们。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离你在天外不去，点碎了我的秘密，遗失的记忆总不经意唤醒。卧槽，你竟然敢袭击执法者！这位姑娘，不顾是非率先动手，确实是我们的不对，但你妄图杀死执法者，这就犯了城中重罪了。靠，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是魔修。老大，把他抓回去，好好审讯一番。林青叶暗道不妙，他看着四周，正计算着该如何逃跑。我看谁敢对我徒儿造次！所有人向着同一个方向看去，只见福梅从远处走来。福仙子。楚星河看到福梅之后，心中大喜。福梅可是楚星河心目中的偶像，如今见到他本人，心情自然激动。别怕，师尊在。此时的林青叶嘴角含着一丝鲜血，配合着她偏冷白的皮肤，竟然有一股破碎美。战损版的徒儿好漂亮啊！你说我徒儿偷拿了市集中的东西，证据在哪？证据？我们执法堂抓人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证据？那我现在怀疑你想造反，需不需要证据？福梅将手一抬，陈青刹那间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威压，口吐鲜血。这时候，楚星河忽然急了，向福梅请求道：“福仙子，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还请您可以高抬贵手，放我的手下一条生路。”这姑且是看在楚星河的面子上。此时，陈青在知道了眼前这人就是福梅之后，虽然心中有所恐慌，但还是有些不服气。
苻仙子，我们这是例行检查，你知道的，罗罗城对于魔道的排查一向十分严格。你是不是蠢啊？苻仙子的亲传弟子怎么可能是魔道？实在抱歉，苻仙子，这次的乌龙事件还请您海涵，事后我会向您登门致歉。楚星河随后将陈青拉走。虽然说闹了一点小乌龙，但整体来说还算是很顺利的。福美给林青叶买了很多新衣服以及金银首饰。他到底安的什么心思？难道想要进一步的让我放松警惕，将我洗脑？好在日后让自己心甘情愿的成为炉鼎，真是好生歹毒。此时，福梅观察到了林青叶的情绪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福梅心中高兴，看来自己对林青叶的好让她感觉很开心。这会儿的她一定非常感动吧？福梅看看了林青叶的这张脸，真的太漂亮了。而林青叶这时候却感觉到了一股恶感。福梅的这种眼神就像是打量猎物一般，仿佛下一秒就会将自己层层剥开，然后吃干抹净。好想在脸上亲一口。这是福梅现在内心里的真实写照，不过她还是忍住了。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吧？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跟为师说，为师给你包扎一下。师尊，我很好，不需要过于担心。那你今晚上好生歇息，有困难的话一定要告诉为师。师尊，我会好好注意的。那你明天中午来找我，我找你有事情。那徒儿先行告退。交代完之后，福梅急匆匆地向着宗门师堂那边跑去了。与此同时，林青叶走到了幽山里，来到了一处破旧的木屋前。印象中，福梅就是在这个地方，对自己日夜索取，每天都要来上差不多1个时辰，在自己彻底支撑不住、崩溃到失去意识的时候，他才会停手。他看了看这座木屋，忽然恶从心生，直接一掌将其拍得灰飞烟灭。做完这些之后，他转过身去，看向了那幽邃的山谷，跳了下去。随后向前走去，他走了过去，在石阶上供奉着4尊佛像。林青叶随后抽出长剑，几道剑气飞出，佛像瞬间炸开。忽然之间，一股魔气喷泻而出，迎面扑入林青叶的怀里。台阶上，佛像镇压的半张面具。林青叶随后抽出长剑，将自己的手指割开，一些血液流淌在了面具上，随后把面具戴在了脸上。随后面具开始逐渐消失。成功了，比上一世更简单一些。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那些和自己作对的人，我会再次将其嘎掉，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梅。在思索完之后，林青叶不再于此处逗留。既然要提升修为，那自然是需要资源的。而关于搞钱，他倒是有个主意。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变来不去，点碎了我的秘密，历史的记忆从不经意唤醒。摩洛山外，月光照耀着山川，银月如钩，月华灼昭。林青叶站在树上，不断磨着长剑。此时，一阵惊人的爆炸声响起，山谷里瞬间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该死，竟然用掉了一张爆炎图腾。他本来是外出历练的，但在争夺宝物的过程中被人盯上了，遭到追杀，所以才如此狼狈。南宫胶柱一步步的走着，随后在自己的怀中拿出了一朵金灿灿的莲花。这莲花的名字为苦海玄莲，具有重塑人体5脏6腑，使得体质大幅度提高的效果。南宫胶柱不断观望着四周，在确认安全了以后，便拿出了肉干咬了起来。正当南宫胶柱放松的时候，忽然最终他死去。林青叶摸走了那一朵金莲，打开了储物戒指，好几大袋子零食，这让他感觉十分满意。呼呼，看来以后不能这样熬了。不得不说，自己这身材真的是，虽然丘壑是小了些，但这双腿真的堪称完美。若是前世的自己，那肯定会想着多看一会，但现在不是了。福梅倒还没有 BT 到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自己做好蛋糕给小青叶过生日的时候，她一定会很开心吧。福梅的嘴角微微扬起，在原剧情中，林青叶就是因为自己而黑化的。但现在，我决定一定要给她以家人一般的温暖，让可怜而又缺爱的小青叶感受到来自师尊的关爱。不过，在关怀徒弟的同时，也还是得想想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血月兽潮。思来想去，福梅决定还是为此做一些准备比较好。林青叶回到自己的屋子之后，便直接开始了闭关。他准备了一口炼药大缸，在吞下金莲之后，林青叶只感觉自己的身体燃起了一股烈火，随后用尽全力运转周天，吸收着这药力。林青叶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浴室中走了出来。我倒要看看这个毒妇想耍什么手段。虽然福梅对林青叶的交代是让他中午过来，
但林青叶出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师尊，抱歉，我来晚了。青叶，快过来吧。林青叶一头雾水，他不知道福梅这究竟是想要干什么。烛火的映衬之下，林青叶终于抬起了头来，向着福梅看去。此刻，他瞳孔收缩，眼神错愕，脸上浮现出了惊艳的表情。看来小青叶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此时，福梅看着林青叶略有错愕的脸，根本移不开眼睛了。怎么感觉才一个晚上不见，自家徒儿又变漂亮了许多？福梅又把视线向下转移，看到了她雪白的肩头以及清晰分明的锁骨。当看到这番光景之后，福梅的脸瞬间就红了。好漂亮，这怎么把持得住啊？不行不行，作为慈祥温柔的师尊，怎么能对自己的乖徒儿生出这种不要脸的想法？要矜持，矜持。林青叶看到福梅脸红的那一瞬间，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受到了一股重击，惊艳感瞬间弥漫了他的大脑。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福梅脸红的模样，但他又很快缓过神来。该死的毒妇，你又想跟我耍什么花招？林青叶低下了头去，克制住自己不再看福梅的脸。师尊，今天你叫徒儿过来有什么事情？前些日子里我去南玄域游历的时候，在那边学习了一些做饭的技巧，所以请你过来吃饭。说完后，福梅把早就准备好的烧烤放在了烧烤架上。不久之后，扑鼻的香味传入了整个房间。闻到这股气息，林青叶竟感觉自己有些食欲大动。吃吧，这次火候控制得很好。青叶，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林青叶听后仔细思索了一番。我不记得了。福梅听到这话后，唇齿旁的笑意更加浓厚。不记得没关系，慢慢吃。青叶，你要是想喝酒的话，后面有几罐可以自己拿来喝。林青叶听后有些意外，印象中福梅可是从来不许林青叶喝酒的，因为福梅不确定酒是否会对炉鼎的质量造成影响。那我拿一罐吧。也要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变来不去，点碎了我的秘密，遗失的记忆总不经意唤起。福梅拉着林青叶到了后山上，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师尊，你带我来这里是为了看烟花。恍然间，烟火升起，在天空上爆开，红色的火光照在了福梅的脸上，显得更为明媚动人。这时候，福梅终于从储物戒里拿出了她事先准备好的蛋糕，放在了眼前的小桌子上。青叶呀，此物名为蛋糕，味道很不错的。林青叶看了看蛋糕，又看了看福梅。这是你亲手做的吗？是的，虽然卖相没那么好看，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要不你尝尝？这是你为我做的吗？啊。林青叶怔了怔，在他看来，没人会对自己真心好，要么是为了利益，要么是为了她的美貌。所以在得知福梅这是亲手给自己做的蛋糕时，他才会感觉如此不敢相信。尝尝味道吧，真的很不错的。此时的福梅正直勾勾地看着林青叶，她的眼瞳中都是自己的影子。福梅，你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以理智而言，林青叶觉得自己不应该吃下这块蛋糕，因为他不清楚福梅到底想要做什么。以安全起见，他应该转身就走，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唯一的价值就是炉鼎，被爱是林青叶从来都未奢望过的。林青叶的颤了颤，最终他还是下定了决心。随后看着眼前的蛋糕，拿起了一块放进自己的口中。福梅看着林青叶吃蛋糕的模样，只感觉十分欣慰。看来自己努力练习那么多次的结果没有白费。林青叶抬起了眼眸，不知为何，竟感觉自己有泪水在眼眶转动。或许是因为自己感受到了被爱的感觉吧。虽然理智告诉林青叶，福梅这极有可能是在欺骗自己的感情，放松自己的警惕，可他却很喜欢这种感觉，甚至于此都有了一股依赖感。正当他的眼睛逐渐低沉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又想起了福梅将自己囚禁住、日夜折磨时候的样子，仇恨又重新填充入了他的心脏，那股幸福的依赖感又重新荡然无存。实在是可笑，自己竟然会奢望眼前的这毒妇对自己好。人都是同一个人，心思又怎么可能发生变化？福梅自始至终都只想着他，他根本不爱自己。师尊，你为何要对我如此好？师尊对自己的徒儿好，那不是应该的吗？回想起这10多年，为师日夜疲于修行，却忽视了对你的照顾，对你的关怀实在太少，所以为师沉定思痛，决定对你好好的补偿补偿。此后你也可以向我敞开心扉，这样可好？此时林青叶低下了头，身体微微的颤抖着。在感受到林青叶的异样之后，福梅心中心疼不已。
这孩子真的是怪可怜的，也只能怪原主对林青叶实在是过于苛刻了，导致他总是这么心绪沉重。只需要自己稍稍对他好一些，他就会感动到几乎哭出来。看来这孩子真的很缺爱。此时林青叶心中不断翻涌着怒火，若是可以的话，他恨不得立刻杀死身旁的福梅。敞开心扉，哈哈，简直可笑。福梅看着林青叶的反应这么大，倒也不由得松了口气。那这样说来，只要自己不去作死，那么倒也不至于落得个被徒儿杀死的下场了。他是一个很惜命的人，前世患上癌症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积极寻求治疗，只为了求得一线生机，但结果被拖拉机给撞了，他就很生气。现在好不容易老天爷给了自己一次重开的机会，自然是要好好珍惜。我只要自己把林青叶好好培养长大，让他快乐的成长，性格不再扭曲之后，自己或许就可以离开了。到时候自己消失了，林青叶肯定会舍不得自己。但是100年后呢？200年后呢？人都是会变的，等到林青叶忘记了自己，那我也就可以迎来新的人生篇章了。此刻福梅动了离开林青叶的念头。青叶，所以你记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呀。试着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缅怀过去，点碎了我的秘密，遗失的记忆从不经意唤醒。在回去自己家的路上，林青叶倒真的有些恍惚。这种被爱的感觉还真是令人上瘾，尽管它是假的，若是前世的自己，可能现在已经被彻底洗去了呢。林青叶忽然感受到了一股庆幸，还好如今的他是重活一世，意志力足够坚定，抵抗力也强。这时候他倒是有些猜不透福梅的心思了。这个女人到底想要干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奇怪？林青叶忽然感觉到了自己心脏的跃动，这种奇妙的感觉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为了迎来自己新的人生篇章，福梅这些天里可没闲着。既然已经决定了以后要离开林青叶远走高飞的话，那么准备工作肯定得做足，其中赚钱是一个重点。所以作为青云宗里的化神境大神，福梅也开始上起了一些公开课。此时福梅她手持长剑，在一众青云宗弟子面前进行演示。出剑要以速度为先，剔除掉繁琐冗余的步骤。随着最后一式的演示完毕，福梅也把长剑收回了自己的剑鞘中。这套剑法是福梅自创的剑法，名为离火落阴剑，招式十分迅猛，令人望而生畏。而此时台下一片拍手叫好，台下还有许多人的武器甚至都不是常见的。这些人交钱可不是为了学剑的，单纯的是为了来追星来着。毕竟福梅的名声实在是过于响亮，导致许多青云宗弟子都将其视为偶像。而对于这一情况，福梅当然也乐见其成。此时远处的林青叶正在眺望着福梅，不知为何看到福梅在这么多人面前挥舞剑术，他的心里总是感觉十分不好受。因为这套剑法福梅只教过林青叶，虽然林青叶脑海中的绝妙剑法数不胜数，但林青叶还是感觉很不高兴，总觉着心里有些发酸。我到底在烦些什么？反正福梅是以后要死在自己手上的人，我现在在乎他做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想到这里之后，林青叶的心也好受了许多。这次的授课给福梅带来了不少的收益，虽然说她想先多存点，但放在徒儿身上的开销可不能少。自己的徒儿手上好像没有一把趁手的兵器，一直都在用着铁剑，还是给林青叶弄一把趁手的兵器吧。福梅便立刻向着拍卖场那边赶去了。此时整个魔教内都散发着压抑的气氛，一位头戴面纱的人看着拜月魔教的一众长老，闷声不发。此人正是拜月魔教的教主南宫陈月，而南宫教主正是他的儿子。所以诸位有何提议吗？我提议派学究子前往罗罗城，查明圣子的真实死亡原因，然后再进行报复。那就让他前去查明真相吧。既然决定了以后要过退休生活，那这时候还是得给自己多积累一些人脉资本。作为书中大女主的新手村，里面除了有林青叶这样的天才，在我的印象中还有一位天赋极强的天才，名叫叶南慈。他修行天赋极佳，身具尚未觉醒的太初剑体，虽然说现在还尚未完全觉醒，但是锋芒已经毕露了，是内门中耀眼的天才。但是俗话说得好，有缘必有缺。叶南慈的妹妹叶南景从小便显露出了是玄圣体，不仅体弱多病，修炼也是异常缓慢，需要巨量的补物来滋养以维持生命。
此时刚好叶南景体内的噬玄爆发，正在疯狂吞噬着他的身体。若是没有补物，那么必死无疑。而叶南慈为了照顾妹妹，根本没有零食去买补物。买补物对于福美而言不算什么，所以福美打算卖给叶南慈这一个人情。只需要800零食，就可以让这样一个天赋又好、长相又漂亮的天才穿上自己喜欢的裙妹，在自己身下屈辱。啊不，是成自己一个人情，那么这笔买卖实在不要太划算。虽然说福梅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里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但她还是有底线的，肯定不会做出这种趁人之危的事情。今夜我又失眠，一个人的房间，我把灯光都熄灭，放射最难熬的夜，你不在身边，孤单从我听见，这早已是体面。喂，听话，先把药喝了。太苦了，不想喝。我放了不少糖，不苦的。不要，苦。要是没有自己，姐姐会过得轻松许多吧。看着妹妹这番模样，叶南慈可谓心疼不已。听话，姐姐最近获得了一些机缘，现在不缺钱财，你安心养病就是。开销的事情，姐姐能处理好。真的吗？真的。不对，你骗我！是不是四长老那个老不死的觊觎你的身子，所以以我为要挟，逼迫你就范？我不是，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叶南慈从未见过妹妹如此阵仗，在她的印象中，妹妹一向很乖巧，从来不向着自己大吼大叫的。她正想发火之时，却发现叶南景的手被陶瓷割出了血。南景，你先别动，姐姐来给你包扎一下。我不要。如果你的身体被那个恶心的东西玷污了，那南景也不想活着了。南景就算是死，也不想因为自己还让姐姐受到别人的侮辱。好，姐姐不会。你先把瓷片放下。你答应我，不会为了我而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我答应你，不要激动。听到这句话后，叶南景这才把瓦片放了下去，随后他立刻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叶南慈。姐姐，姐姐。叶南景哭泣着，把脑袋埋进了姐姐的怀中。这会儿的他异常听话，扑在叶南慈怀中的他，竟不知为何的产生了一股倦意。有些困了吗？我再给你去熬点药吧。不要，姐姐，你多陪我一会儿。当真是命运多舛啊！看来想要妹妹活下去，只能委身于四长老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南景他能活下来，就足够了。夜里独自出现在宗门里，这是想干什么呢？福梅师伯，我就出来散散心。我看是去四长老那边吧。我没。为了你的妹妹吗？叶南慈的眼神有些躲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不用这么作践自己，你缺零食，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真的吗？给，这是零食跟云芝。在见到这些之后，叶南慈的眼眶中竟有泪水开始打转，看着福梅，眼中的感激之情可谓是无以复加。不过这时候叶南慈想起了一些传闻。福仙子不喜男色，但却对女生有着不少兴趣，而此番来找自己，莫不是盯上了自己的身子？若真是这样的话，我的心中倒也能接受一些。毕竟福梅长得美若天仙，把身子交给福梅的话，还说不定是谁赚了呢。师伯，请问您需要我帮您做什么？条件之后再谈，这些零食你先拿去用吧，明天过来找我。那我回来了。南景，姐姐不要离开我。姐姐不走，听话。叶南慈把妹妹抱在了床上，听到妹妹平稳的呼吸声，叶南慈的心倒也缓过来了许多。若是她想要自己的身子，那就给她便是了。再怎么样，也比委身于四长老那个老家伙要更好。只要南景能够好好的，那就足够了。只有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缅怀过去，点碎了我的秘密，遗失的记忆总不经意唤醒。至福梅仙子，快请进。到了铁匠铺，福梅跟叶南慈说明了情况。搞什么？
原来是需要自己的一道剑名啊！我还以为是这些东西换你一道剑名不亏吧？不亏，谢谢福师伯。其实你妹妹那不是疾病，而是很罕见的噬玄圣体。她的体内有一个噬玄在吞噬着她体内的能量，等吞噬到了一定的临界值之后，噬玄便会开始反哺你妹妹的身体。真的吗？既然这样的话，以后也会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清白也能保住了，而这一切都是眼前的福梅赋予自己的。师伯，他是个好人。最近福梅这些天老带着叶南慈往商业区跑，许多言论在青云宗内部传开了。林青叶在听到这些消息后，不知为何，他感觉十分烦躁，总觉得心底痒痒的。该死的毒妇，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迷魂汤？此时，独自坐在远处树上的林青叶看着叶南慈和福梅一同回到了宗门，此刻彻底破防了。林青叶不用想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福梅，我一定会杀了你。咱们到这里就不顺路了，那你先回去吧。谢谢福师伯。青叶，你在家吗？我来看你了。福梅看着流汗的林青叶，立刻拿出了一条手帕，然后在他的额头上擦了擦。很用功嘛。不用功的话，迟早被你给敲骨吸髓了。师尊有什么事情吗？青叶啊，为师这次过来主要是想送你一个礼物。礼物？什么礼物？这个储物戒指给你。自己跟其他女生白日宣淫，回来后倒是想起我来了。这个可恶的毒妇居然想通吃，怎么样？不打开看看吗？里面有惊喜哦。当林青叶把长剑抽出之后，惊叹道：“这是天池云铁，喜欢吗？这可是为师还在宗门里发现了一个太初剑体的胚子，请他来帮忙断剑，让剑产生了一丝灵智。”林青叶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师尊，这柄长剑你要送给我吗？把手伸出来吧。林青叶有些鬼使神差般的把手伸了出去。不得不说，这手是真的好看，纤细而又白皙，用来给自己打肯定很舒服。嗨嗨，想歪了。福梅拿着白叶剑，在林青叶的手上轻轻划了一道口子，剑身在感受到林青叶的血液之后，周身散发出了光芒，又重新落回了林青叶的手上。他似乎非常喜欢林青叶这个主人。喜欢吗？很喜欢。师尊这些年里自知对你疏于关照，所以很是自责亏欠，所以希望能用这把剑来好好的弥补这些年来对你缺乏的关爱。谢谢师尊，剑我就收下了，你也要好好注意自己。或许这个女人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不对，前世她将你关押的经历，你都忘了吗？她揉碎你所有经脉，打碎气海，将你彻底变为玩物的经历，你都忘了吗？她只是在虚与委蛇罢了。等到自己放松警惕，他就会将你彻底吃干抹净。这些日子里，福梅每次修炼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传来一股钻心的疼痛。忽然之间，一口血液从他的口中喷出，他神色有些惊讶。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会恶化的那么快？看来修行一事需要放缓一些了。以现在看来，自己血脉的问题是个死局。想要继续修炼的话，除非找到能够补全自己血脉的东西，否则以后就只能停留在化神境了。一个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缅怀过去，点碎了我的秘密，历史的记忆从不经意唤起。这些零食你先用着便是，我不收你利息，以后有钱了再还。谢谢福师伯的大恩，此后南景必然百倍偿还。福师伯，我还有一个请求。什么事？你说。我想让我和姐姐从四长老的麾下划归到你这边。两人正在聊天之际，此时一道身影进来了。我记得我给你们2个分配的住处可不是这里，这里可是宗门的地方，擅自占有是要接受处罚的。哦，那如果说这经过了我的授权，你又当如何？你只是个小小的执事罢了，我可是长老，你有什么权利来压过我的命令？喜欢用身份压人，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提出长老考核，把你给挤下去？而且他俩现在是我的人了。叶南慈见状，随后拱手示意。此后，南慈为福师伯马首是瞻。四长老见此情景，也只能愤怒的离去。以后你们安心住在这里便是，我会向宗门那边给你们申请内门弟子的资源，这点无需担心。谢谢福师伯，以后别叫师伯了。福梅听着这称呼，总感觉很显自己老。
虽然她这身体已经100多岁了，但相对于化神境的寿命而言，福梅还只是个18岁的小姑娘。那叫什么呢？叫福老大吧。好的，福老大。欢迎大家来到1年1度的秘境大比赛，参赛选手到底是一无所有，还是富甲一方？请大家拭目以待。进入秘境后，林青叶因为和怪物战斗掉入了水潭里面。阿秋，要不先擦擦吧？林青叶倒是没有什么犹豫，他当着福梅的面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了个干净。看到浑身赤裸的林青叶，福梅瞬间就红了脸，把眼神偏了过去。青叶，我还在这呢。怎么了吗？那个，福梅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虽然说青叶小时候经常光着身子在自己面前，但那毕竟是小时候啊。现在她长大了，这身材谁顶得住啊？福梅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从指缝里偷偷瞄了一眼林青叶的身材，脸更红了，又连忙把手指捂了回去。罪过，我可是充满了慈爱的师尊呢，怎么能够对徒儿起这种歹心？林青叶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想，他走向了古面猴的尸体，将长剑取了出来。此时，一道闪闪发光的印记忽然吸引起了林青叶的注意，他凑近一瞧，发现了一枚金色的戒指。这就是属于主角的气运吗？走哪都有好东西。看来没什么特别的，师尊，咱们走吧。这位仙子，此番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是化神境的大能，还请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我等愿意交出自己的所有财产。哦，还有这好事。等等，好像你们死了，财宝也一样，全是我的。师尊，这是那些人的储物戒。福梅有些意外，想不到林青叶倒还挺孝顺的。福梅推回去了一半，交给林青叶。耽误了什么都不能耽误修行，要是因为缺灵石而修行停滞的话，那可就麻烦了，知道吗？徒儿会好好修炼的。这毒妇倒还想着我的一身修为，果真是贼心不死。等我的修为能够与他抗衡了，那就是他的死期到了。两人走在路上，突然一条豺狼从远处奔波而来。孽畜，吃我一剑！在将血虚子击杀之后，福梅总算是松了口气。终归是刚突破化神的血虚子，道行尚浅，不然可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师尊小心！该死，你是什么人？将死之人何来罪过？举刀吗？该死，看来得速杀才行，耗下去很不占便宜。想玩爆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哈哈，结束了吗？倒是有些手段。好痛！师尊，你醒了，来喝口灵寿汤。还是你贴心，看来自己这些天死命宠徒儿没白宠嘛。不得不说，这秘境探索还真的是很辛苦。福梅很高兴，分出了5万灵石给林青叶。林青叶看到这些灵石后，差点把惊讶2个字写在了自己的脸上。怎么，嫌少了吗？没有，谢谢师尊。我只是觉得这些灵石有些太多了，花不完。你已经年满20了，女孩子有什么喜欢的东西，想要买，这很正常吧？万一看上了哪个宗门天才，想要恋爱了，也得花钱吧？听到这句话后，林青叶立刻涨红了脸，声音也有些急促。我不会啊？宗门里没有看得上的吗？那以后出了宗门总会有吧？你的天赋很好，不该拘泥于青云宗。福梅苦口婆心地向林青叶说道，活生生一副家长的模样。但他似乎没有考虑到林青叶的性取向有点不正常。你师尊我呀，毕竟只是个师尊，也陪伴不了你一辈子。不管怎样，以后都要找个对的人，平平安安的。我不要。啊，我的意思是，作为师尊的徒儿想一辈子都和师尊待在一起，把我嫁出去，然后自己逍遥快活。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只要你还活着一天，就别想逃离我的手掌心，直到你被我折磨死。听到这句话后，福梅的心别提有多暖了。这一句话暖了她一整天。看来这些天自己对徒儿的关爱有了突破性的成果，以至于让林青叶都开始有些离不开自己了。也要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释怀过去，碾碎了我的秘密，历史的记忆从不经意混迹。
两人走在秘境深处，遇到了一个神庙。不过大门是紧紧锁死的，看起来进不去，而四周也没有其他的出口。此时，林青叶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从自己的储物戒中拿出了一枚戒指。戒指接近大门之后，立刻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我勒个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我们先进去吧。摸到门的时候，福梅明显感觉到自己被电了一下。是小离龙。林青叶皱了皱眉，心中立刻判断出来。这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运气很好，他还在沉睡，而且境界甚至还不到化神。林青叶心中大喜，旋即抽出了白焰。青叶，你小心点。随着小离龙的死亡，其中本源之雷开始显现。青叶，你去吸收一下吧，我帮你看着。说完后，福梅便开始处理起了小离龙的尸体。除了那本源之雷，一具神话生物的尸体，那可值不少钱。这肉给人吃了，可以说是大有裨益。不行不行，福梅，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徒儿起色心？但是她真的好漂亮，这辈子一定要谈一个这样的。成了。哇，青叶，你又突破了，这么快，不久后就能赶上为师了呀。咱们还是先走吧，估计再迟一些，宝莲秘境都要关门了。这一身伤怎么来的？叶南慈听后，心中有些犹豫。南景呀，你先去打盆水过来，给你姐姐换药。稍等，佛师伯，我觉得是四长老。这条老狗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是怎么推测出来的？他派出去的那些人，刀法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和四长老是一脉的，也可能是我曾经的那些师兄。敢对我的人动手，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几天里尽量好好休养，有事情的话第一时间来找我。第25届宗门大会现在开幕。此次秘境之行，我总伤亡一共20位，其中死亡6位，属于较小事故。赵成老狗，你给我滚出来！福美，你发什么癫？我不就是对2个金丹修士出手了吗？这样没背景的野草在宗门里到处都是，用得着这么撕破脸？听到这句话后，众长老也一并反应了过来，不过纷纷选择看戏。没有背景。那你现在听好了，我就是他们俩的背景。福梅虽然说赵成有错，而且你突破化神中期，这对于青云宗而言也是天大的好事，适可而止。在长老殿里公然行凶，真当我青云宗律法不存在吗？你忘记了是青云宗将你培养到如今地位的吗？福梅听后，从储物戒里拿出了一片闪闪发光的鳞片。宗主，这是我此次宝莲秘境之行偶然间获得的小离龙鳞片，可以助力宗主突破化神巅峰。嗨，四长老赵成公然对宗门弟子下手，视为大罪，符指示此番属实为宗门除害，值得嘉奖。来人了，把赵成拖出长老殿，革除其长老职务，贬为执事。另外，福梅此番宝莲秘境探索有功，赏5万灵石。